这里是新赛季强化符文评价系列的最后一期，冷采集海克斯评价。采海克斯对游戏的影响较大，我会聊得比较详细。首先是两个羁绊类的采强化，天才和本可发生之事，他们分别会发黑墨丁格和艾克以及希尔科与范德尔，他们的评价都是 B。这类羁绊类海克斯的存在是与双城之战的聚集有关。关于数值的平衡，设计师更多考虑的是它提供的属性是否符合一个彩或一个金色。我们在实际选用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重点不应放在数值强度上，而应放在我当前或即将要构成的阵容中是否会用到这两张卡，以及是否会将这两张卡都当作核心卡来培养。如果是，那就可以选择，它相当于是变种的英雄强化了。一个 buff 两个 buff S， 获得一个红 buff 一个蓝 buff 还有一个英雄复制器。彩色装备的魔是5个散件，参考炫目之速以及被删掉的不破壁垒，像珍藏财宝需要延迟补给的会增加到6个散件。这里双 buff 是4个散件，一个英雄复制器的价值大概是10块，一个散件只值8块，所以这个海克斯的战力是略高于一个彩色的。在你需要补充装备用到双 buff 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。三项赛 S， 获得3个3费英雄，友军获得 9% 攻击速度。战斗开始时，3个随机3费英雄获得420生命值和 27% 攻击速度。给的数值完全足够，对于构筑里可以调整为恰好有3个3费英雄的3费阵容来说是极品 X。 加冕礼 A， 获得一个金铲铲冠冕，金铲铲冠冕、金锅锅冠冕和金锅铲冠冕将为携带者提供额外的 30% 攻速、30% 攻击力和40法术强度。一个冠冕值20块左右，也就是 2.5 个散件。这个海克斯能让冠冕拥有一件普通装备的属性，相当于小3项，那就是2个散件。按冷采海克斯5个散件理论，这个强化符文略微亏魔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在需要起节奏的阶段，此时一个额外的人口和橙装能帮助连胜。阵容补充额外棋子有较高收益，手里可能合出另外2个冠冕的情况，这个海克斯的优先级会提升。另外，冠冕本身还会有概率提供金币。大剑一流 A， 获得5个暴风大剑，你的暴风大剑提供 2.5% 的攻击速度。光看数值是超模的，但代价是对选用者处理装备的能力有一定要求。你需要考虑你当前的阵容是否能消化这么多的大剑，以及佩戴大剑合出来的成装单位是否值得培养，即它是否是你的主 C。 如果是低费卡是否3星，现有构筑中的羁绊是否为它而开。法杖一流 A， 获得5个无用大棒，你的无用大棒提供 2.5% 的额外攻速。同大剑一流，大棒的泛用性比大剑更高，法系阵容有启动缺装备时可以考虑的优质战力。腰带一流 B， 获得4个巨人腰带，你的巨人腰带提供75额外生命值。给的额外生命值属性就不及攻速高贵了，如果腰带用来和狂徒，那也不缺那点生命值。如果用来和纳什、破防者这种后排装备，生命值的作用也比较有限。崇高冒险 A， 获得3名2费义子，如果你将他们当中的2个升为3星，将获得一个充满战利品的法球，获得6次刷新。收菜的奖励相当于 2.5 个彩，比如一个光装备奥恩神器辅助装，再加20块钱。初始给的经济也还不错，触发奖励的前置条件不算苛刻，只是掺杂一些运气成分，有可能给的3个2费义子构筑出来的阵容很弱，也有可能随到热门棋子，但外面有同行难追3，还有可能装备不适配，但总体来看收益高过风险。在提供经济能帮助快速3星的地形中也会优先考虑。巨大伙伴 C， 战斗开始时，如果义子身旁正好有另一名友方义子，则获得300生命值。当该义子阵亡时，另一个获得 18%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值，持续10秒。限制站位，基数人口也无法吃满属性，给的数值也不及大而有力。大而有力无条件给300生命值，还有全体加 4% 最大生命值，这300点生命值还与 4% 有联动。而巨大伙伴 18% 最大生命值的暂时性护盾只有1半及以下的友军，在己方差不多全部阵亡时才能享受，当然这个有个紧急补丁的加强。幸运手套 S， 窃贼手套总会为你的义子们提供理想的装备，获得2个全套，在5个回合后获得另一个全套。新的幸运手套会在5个回合之后补一个，
装备数量上不再亏模，2个全套和1个偷偷能变2个适应性装备，也就是4个散件，3个全套就是6个散件的价值。代价是你的 C 位和坦克位只能带 2.5 件装备，偷偷自身的属性算半件。以及你的阵容如果不需要多装备时，装备带来的提升可能有限。但是如果你手里还有全套，或者能与光偷偷、透体连华这种海克斯联动，场面有质量，能靠偷偷打连胜的情况，电到必选。意料之中的意外 A， 现在及以下2个阶段开始时投掷3个骰子，根据总点数获得各种奖励。这个强化符文的奖励在我写稿的时候还暂时查不到，看破龙牧场发牌员发的视频里展示内测时玩到的一把，第1轮给了2星3费卡，第2轮给到了2个4费，第3轮给到2张5费，每一轮差不多都是一个银色强化符文的强度，但它摇的点数似乎都不怎么理想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总体来看还是保本的。一般带有随机性的强化符文给的东西都会略高于它本身的价值。投资策略 B， 获得5金币，你每获得1利息，己方义子的最大生命值就永久提高9，你的最大利息提升至7金币。仅在2-1时会刷出偏发育的海克斯，理论上70利息之后，如果能发育4个回合，那就是全体252的生命值，加上攒利息途中增加的，战力上就够本了，多出来的都是赚的。但前期攒钱让一个踩战力，启动的压力是不小的，3阶段花钱的情况下，吃到70的满利息都比较困难。但考虑到他给的启动资金以及最大利息提升的效果，所以这个战力可以来得晚一些。换个方式理解，相当于2-1拿了慢慢成长到4阶段才成型的大而有力，这期间你要差不多让一个踩战力，但给了你5块钱的启动资金、70的利息以及后续的上限。常规的局拿肯定是难以驾驭的，得发经济的局再考虑。最大规模 A， 你的最大等级为7级，获得一个金锅锅冠冕，该装备可使己方小队规模加1，并获得60金币。常规的一个冠冕价值20块，但是对于锁人口在7级的效果来说，这个冠冕的价值会更高。类炼狱合约上限比炼狱合约更高。你刚好在玩3费阵容，装备足够养多 C， 需要经济追多个3星时，可以优先考虑的强化符文。最终润色 A， 获得一个辅助装锻造器和一个成装锻造器。直接套公式，一个辅助装约等于18金币，一个成装是2个散件，也就是16金币，那就是一共给了34金币的东西，略比彩色的40块的膜亏一点。但是辅助装是能给你的 C 位加属性的，相当于多出来的装备格子，对于低费养核心 C 位的阵容来说是较大提升。一般低费阵容也比较欢迎多装备，在你需要补装备造强力 C 位的时候，是一个优质海克斯。冷彩管道 S，下一个非玩家对战回合将额外掉落一个冷彩法球，里面装满了丰厚的战利品，所有的黄金和冷彩法球都将带来更多战利品。冷彩法球的奖励差不多在50块钱的样子，这能在2-1和3-2刷到。对标同样需要延迟的珍藏财宝，忽略珍藏财宝每个回合发散件的非完全延迟属性，即6个散件48块钱的价值。冷彩管道的奖励更丰厚，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强化符文，代价是收出来的奖励可能与你要玩的阵容不适配，因此2-1拿比3-2拿更好。你有足够多的时间思考如何利用这些奖励，以及后续的海克斯如何搭配。炽热灵魂 A， 战斗开始时，你攻击速度最高的那个义子获得35法术强度和 30% 攻击速度，每过3秒在另一名己方义子上重复此效果。3-2或4-2时才会刷到，3-2拿的话，玩运营阵容最好是在连胜，且这个强化能帮助你继续连胜，不然给的属性浪费一个阶段也不会增值。玩即将启动的低费阵容，则在 C 位有3神装的前提下，这是可以考虑补上限的优质战力。4-2的话，如果玩法系阵容，那基本上是可以无脑选的。白蹭 C， 战斗开始时，至多5个仅携带1件及以下装备的义子们会从相距最近的那个全装友军处随机获得1件成装复制品，不能分享光明装、奥恩装、辅助装、转职或炼金装备，但是这些装备会算作触发条件中的仅携带1件及以下装备的装备。比如佩戴了2件辅助装的单位没有资格被分装备。需要考虑特殊应用场景或需要联动的非通用非常规海克斯。我在一个群聊里见到 NZ 白将它与高压电联动，
给分享装备的单位带了2个离子和1个辅助装，确保5个被分享装备的义子分到的都是离子火花。盗墓者 B， 没有一位玩家被淘汰，即可选择该玩家的一件成装据为己有。不是大优势的时候别拿。类金弹的海克斯，有3个人阵亡时就回本，能打到决赛圈就无敌。神器工厂 B， 每回合开始时，你备战席上的各个成装都会转变为一件随机的神器装备，获得1个神器锻造器和2个拆卸器。类整活断炉的强化符文，缺点是不提供整活断炉的生命值属性，每波的操作量极大，挤占别的操作的时间，变得装备不稳定，有可能出现部分回合核心卡没有能用的装备的情况。优点是能保留重伤和减抗装备，非多装备局一般不考虑。精心赋能 B， 每个战斗环节你最后一排的4个随机义子将获得 35% 攻击力和40法术强度，给的数值足够1个踩，但是给的属性是双攻，比较限制阵容，仅限物理后排多 C 体系，纯法系的肯定选不了。给的攻击力没用，另外与赤耳灵魂同理，3个2拿比4个2拿更差，因为属性在3阶段提供的过渡强度不及装备。这里就延伸出一点思考，即装备类海克斯越靠前拿价值越高，属性类海克斯越靠后拿价值越高。因为不管是装备还是数值，战力类海克斯需要肩负过渡的功能，因为它不能像经济类海克斯那样能利滚利慢慢升值。终身黄铜 A， 每拥有1个黄铜级的羁绊，己方义子们就会获得 4% 伤害增幅和 1.5% 伤害减免，会在3个2和4个2刷到，但3个2刷到时十分不建议选，因为它否掉了3个2到4个2期间你将阵容变为以大羁绊为主色调展开的阵容选择的可能性。4个2时刷出，如果你玩的是拼多多 Flex 阵容即不会开出4级以上层级的羁绊，那就是非常优质的类并肩作战战力类海克斯，能提供 30% 左右的伤害增幅和 10% 左右的伤害减免。老友幽魂 A， 每当一名己方义子阵亡，己方义子们将永久获得12生命值、1%攻击力或1法术强度，根据阵亡义子的角色而定。只会在2-1刷到，加的永久生命值会继承，前期放一些卡在前面送掉，阵亡的卡是物理系的就加攻击力，是法系的就加法强。不推荐走纯连败，因为要上怪的连败不好走出来，且提供的属性不足够缩写，比较考验战力判断，配合炼金使用更佳。虚空虫群 S， 获得1个兹若特传送门，并且每9个玩家战斗回合后再获得1个。兹若特传送门的虚灵获得 50% 攻击速度和 40% 全能吸血，只会在2-1刷到。虫子自身的属性每个阶段都会成长，5阶段3星，6阶段接着加血。据雅阁分享，这个虫子享受外交属性加成，并且5阶段虫子3星之后，外交的小炮按棋子星级的加的攻速是 18%。推荐玩外交炮手或外交相关的高费阵容，当然仅把它当做过渡的通用战力来看也是顶级的。连串打击 B， 获得1个饥渴的先驱，被这件装备强化过的义子们还会获得 35% 暴击几率。给的东西不及1个踩，但是如果给炮手这种后排吃攻速的多 C 阵容，主 C 带无尽比较适配，或与伏击专家这种能技能暴击对暴击几率利用率更高的阵容有联动。透体莲花 S， 己方义子们获得 30% 暴击几率，并且其技能可以暴击，暴击将对目标造成 20% 魔抗击碎和护甲击碎，持续3秒。没做减抗装，至少2个 C 位的阵容看到必选。以前彩烛光给 40% 的时候是看到秒选，现在把 10% 的暴击概率换成了覆盖全体的双抗击碎也不亏。重置不重量 C， 正好携带1件装备的义子可将该装备升级为光明武器，获得2个装备拆卸器，窃贼手套将被算作2件装备。1件光明装的属性相当于是2个普通装，非装备地形不拿装备类海克斯，9级的时候也差不多有9个成装，刚好是1人1件光明装备。但是挂件吃装备的效果比核心卡差太多，且这个海克斯还对主 C 的塑造有削弱，总结就是带来的提升可能很微小，甚至对于低费这种来说，大部分情况都是负提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要求不能是多装备的局，不能和窃贼手套，那这样的强化符文就很鸡肋了。锅铲厨房 A， 获得1个金锅铲冠冕和1个随机文章，
仅2-1能刷出，给的东西略比一个彩多，在以对转职有需求的大羁绊阵容环境中是优质战力，比较推荐棋手有过渡质量时再拿，因为很多转职阵容需要有过渡才能玩。进狼 C， 这个已经被删掉了。高级月光 A， 战斗开始时，一个随机的一费一子在该回合中升为4星，并获得 5% 攻击力和5法术强度。如果你玩的以一费为核心的阵容中，3星一费棋子都有合适的装备，能稳定每回合将核心棋子变为4星的情况下，那这个就是极其优质的战力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